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近日，阿米又开了一场发布会，这次的主角是 Redmi Note 13 Pro 系列。作为红米10周年的第一场发布会，这一场确实很不一样。上回在 K60 至尊版发布时没能登台的卢总，这次回到了自己的主场。截至目前 ，Redmi Note 系列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 3.38 亿台。而另一个熟悉的男人腾哥，也时隔2年重回 Redmi 的发布会。节目效果双人组都来了，懂的都懂。在手机本体上已经发布的 Note 13 Pro 系列，也和以往大伙认识的那个 Redmi Note 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。首先，当大伙第一眼看到 Redmi Note 13 Pro Plus 的真机时，应该就能马上感受到它在设计上的不一样，尤其是正面，它这次弯了，成了红米史上第一款采用曲面屏的手机。过去 Tiger 一直以为红米应该是会一直坚持做直屏的，没想到在友商的诱惑下，它还是变了啊。一个好消息是它的曲率做的不是很大，边框也控制的还行。另一个好消息是这块屏幕的素质也很顶。划几个重点，小米13用同款化星 C7 材质， 1.5K 分辨率， 1920Hz PWM 加 DC 调光，局部峰值亮度1800尼。包括指纹识别的方案也终于干掉了老掉牙的侧边式，换成了屏下光学指纹。一台终端机搞了块比 K60 至尊版还猛的屏幕，确实离谱。但更离谱的是，这机子居然还支持 IP68 防尘防水。如果Tiger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中国内第一款支持 IP68 的非旗舰手机吧？不愧是你卢伟冰。翻到后面，后盖在去掉相机 Deco 的同时，加了一个类似小米13的分割线设计。其中镜瓷白和紫夜黑均为磨砂加亮面拼接的玻璃材质。而要说最骚的，我觉得还得是主打的浅梦星河，融合了蓝黄绿紫4色拼接的素皮后盖。该说不说，这机子要是把 logo 遮住，你说它是小米 CV4 我也信。放在红米今年发布的所有手机里，无疑是颜值加质感最好的一台。哦对了，为了提高 Note 13 Pro Plus 的可靠性、抗摔性，红米还给它安排了一个新的金刚骨骼架构。甚至你要是再不放心的话，它在首销期间还送一个碎屏保的服务。配置方面，作为主打体验小金刚的一代 Note， 除了前面提到的屏幕，相机也是 Note 13 Pro Plus 的主打卖点之一。重点在于主摄用上了一颗2亿像素的三星 HP3 探索版， 1.41英寸的大底传感器，还塞进了7P 镜片、OIS 光学防抖以及小米影像大脑。包括在变焦方面，它也基于2亿像素的特点，做了23毫米、46毫米、92毫米的3段无损变焦，也就是在变焦到 2X 和 4X 的时候，主摄依然能保持1250万像素的输出。按照果子那种7个镜头的算法，这 Redmi Note 13 Pro Plus 应该可以叫5个镜头。当然，另外2颗镜头的话，就纯都是凑数的了。经典的800万加200万组合不提也罢。下一个，性能。Note 13 Pro Plus 的处理器采用的是天玑7200 Ultra， 台积电4纳米工艺制成，实测安兔跑分76万左右，快充还是老搭配，120瓦加5000毫安时。重点来看价格，12加 256GB 首销价1899元，12加 512GB 首销价2099元，16加 512GB 首销价2199元。除此之外 ，Note 13 Pro Plus 还有一个和潮牌 AVP 联名的限定新皮肤 ，Redmi Note 13 Pro Plus AVP 潮流限定版。这命名真是有够长的，包括手机、充电头、数据线等在内都做了全套的定制。要说好不好看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。反正Tiger还是更喜欢普通版一点，仅有12加 512GB 一个版本，售价2199元。看到这，Tiger估计不喜欢曲面屏的基友就要说了，为啥都要做成曲面屏啊？直屏不好吗？哎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红米还真有另一个直屏的 Pro。屏幕采用了和 Pro Plus 同款的 1.5K 屏，无塑料支架的设计，看起来屏占比也很高。目测和 Note 12 Turbo 差不多。后盖的设计比任何一款红米手机都更接近小米13，不过3摄的规格不变，还是200MP 加 8MP 加 2MP， 共有紫夜黑、星沙白、时光蓝、浅梦星河4款配色。配置的主要差别还是体现在性能、快充、防水等方面。处理器搭载的是骁龙 7S Gen 2，别看好像和7 Plus 长得差不多，实际上它们的性能却差了108000里。
跑分和骁龙7近一大差不差，主要是多了个 LPDDR5+UFS 4.0 的支持，快充回归经典的67瓦加5000毫安时，防水的规格也从 IP68 降为 IP54。但好消息是，多了个极为先进的 3.5 毫米耳机接口。价格方面 ，Pro 版足足有5个 SKU，8+128GB， 首销价1399元；8+256GB， 首销价1499元；12+256GB， 首销价1699元；12+512GB， 首销价1899元；16+512GB， 首销价1999元。最后还有一款标准版的 Note 13，120Hz 来无支架直屏，1亿像素主摄，天玑6080处理器，6+128GB， 售价1099元起。最后再说回今年的主角 Pro 和 Pro Plus， 按照以往的经验 ，Tiger 一般都会觉得 Note 系列的 Pro 版相比 Pro Plus 更值得买，但这次吧，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，我倒是觉得 Pro Plus 反而会更有意思一点。至于 Pro Plus 和 Note 12 Turbo 选谁更好的问题，从两者的配置清单来看，很明显，两者的差异化非常明显，一个专攻越级的性能，一个则主打全面的体验，所以其实也不难选。如果你是游戏重度用户，那可以直接选 Note 12 Turbo； 如果你只是偶尔打打王者，且更注重日常的体验，那无疑是 Note 13 Pro Plus 更值得买一点。最后的最后，在今晚的发布会中，卢总还预告了 Redmi 在今年底会有一场收官之战，他指的到底是什么手机？应该也不用Tiger多说了吧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